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，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和武器。在今年4月16日，有关媒体报道出，美国将向乌克兰援助重型武器，这也是俄乌开战后美国首次援助重型武器。此外，在4月15日的时候，有关新闻还报道出，俄军20380型中的新军舰即将服役，该舰也是俄军新一代护卫舰，其性能如何？而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哪些重型武器呢？本期视频就将为大家讲解。先带大家看一下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消息。在今年的4月16日，美国国防部官员称，美国开始向乌克兰运送物资，而这批物资将会以最快的速度抵达乌克兰边境，并交付给乌克兰士兵，让其从陆地运送至乌克兰。不过，首批的物资目前并未有消息透露具体是什么武器，但在此之前有消息透露称，美国援助的这批物资将会是乌克兰最为需要的军需，例如一些雷达、榴弹炮等。但这也仅仅只是一些猜测，具体是什么并未对外公开。虽然首批物资并未公开，但在这次援助的武器装备中，有消息透露将会有11架直升机，以及18门155毫米榴弹炮和300多架无人机等。除了这些外，美国还将会给予具备追踪来袭火力的雷达系统。至于援助的18门榴弹炮和雷达系统，目前并未透露具体将会是哪种型号。不过，网友猜测可能是美国的 M777 榴弹炮，或是 M198 榴弹炮。也有人称很可能会是前苏联产的 M398 榴弹炮，但这些也仅仅只是猜测而已。具备援助哪款，还有等一段时间才知晓。至于援助的直升机，据资料显示将会是米28直升机。这款直升机的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，特别是在武器搭载上。这款直升机具备很强的火力输出能力，在飞机的前端搭载了有一款 Ship UNAV RA42 自动机炮，这种机炮可实现每分钟200至800发子弹的循环射速，能够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压制能力。除了配置这款武器外，这款米28直升机还能携带16枚 ATACMS 导弹，这种导弹具备极强的穿甲能力，可以有效地打击装甲车辆。此外，米28直升机还配备有空对空导弹，这让它即使是面对敌方战机时，也具备一战之力。如今，美国直接援助11架，这对乌克兰士兵来说将是一个不小的战力提升。并且除了这些装备外，上面也提到了这批物资还包含了155毫米榴弹炮。虽然这批榴弹炮目前并不知道型号，但美国在此之前就称，这次援助的武器将与之前大有不同，很可能这批榴弹炮会是很先进的武器，再加上援助的无人机和雷达系统，这对乌克兰的士兵战力来说将是一次不小的提升。好了，关于美国援助乌克兰重型武器就讲到这里，下面看看俄军将要服役的尖锐号军舰究竟如何。这艘尖锐号军舰是属于俄罗斯海军级守护级护卫舰，这个级别的军舰也是俄罗斯海军新一代多用途隐形护卫舰。虽然属于新一代军舰，但在设计并无太多超前技术，只是将该级军舰的建造材料进行了更换，使用了一种由玻璃纤维和碳纤维组成的复合材质。这种材质具有一定的抗腐蚀性以及减少雷达波的发射的能力。而俄罗斯为了增强该级护卫舰的隐身性能，还在舰体上涂开了一层特殊材料，这种特殊的涂层可以吸收雷达波，衰减反射信号。在设计的时候，为了增强它水声隐身效果，守护级护卫舰还为军舰上的机械设备都设置了隔音减震装置。通过各种设计和搭载先进的设备，让该级军舰的隐身性变得非常强。至于这艘尖锐号的基本参数如下：该舰全长104.5米，宽13米，吃水深度7.95米，总排水量在2200吨左右。在动力系统上使用的是2台 DDA 12000型柴油机，这种柴油机的功率在 1.2 万马力。在速度上，尖锐号最高速度在27节，续航里程为3500海里。在武器搭载上，这款尖锐号虽然不多，但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在舰首的位置搭载有一门 A190 100毫米舰炮，这款舰炮也是目前俄罗斯新建水面主战舰艇的标准配置。在性能上，这款舰炮还是不错的。相比它的前型号 AK100， 它的质量更轻，性能更强，其射程可以达到20公里。而在舰炮的后方部署了有俄罗斯新一代的 3K96 多面堡舰载防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。这款垂直发射系统中主要使用的是 9M96 导弹和 9M100 导弹。除了这些武器外，尖锐号还装备了有8枚 X35 天王星反舰导弹。这款导弹也是目前俄罗斯海军主要的反舰武器之一。
该反舰导弹正式服役是在2003年，在外观和性能有一些类似于美国的鱼叉反舰导弹，因此这款导弹也被人称为鱼叉基斯。在作战类型上，这款导弹主要是用来攻击5000吨以下的军舰，在近防炮搭载上使用的是 AK630M 近防炮，这款近防炮也是俄军军舰常用的武器。这款尖锐号总体来说性能还是不错的，不过这该线要想服役还要等上一段时间，目前虽然已经完工，但还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海试才能正常服役。好了，关于俄军最新军舰就讲到这里，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在近期，俄军的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着火沉没，俄军因此损失惨重，但这件事情的发生并未随着莫斯科号的沉没而结束。就在4月14日，有关消息猜测莫斯科号在沉没时可能携带着核武器，不过这个说法很快就被美国所否定，并且一名美国高官还做出了解释，即就是在作战类型上，莫斯科号虽然是导弹巡洋舰，但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进行防空和反舰的，如果在舰上部署核武器是非常不合理，并且他还指出，美国一直都在监视着俄军核武器的不寻常动向，到目前为止并未有什么异常动作，因此莫斯科号上不可能部署核武器，但是还有部分人存在着猜疑。好了，下面再看看有关朝鲜的最新军事。在4月17日的时候，有关新闻报道出，朝鲜在4月16日的时候向东部海域试射了2枚飞行器。朝鲜称该武器是最新开发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。据朝鲜称，研发这款武器有了进行多方面的军事发展，对朝鲜有着重大意义。而据消息称，试射非常的成功。当时该飞行器的飞行高度约为25千米，并飞行110公里，最高速度接近了4马赫。不过这可能不是它的最强性能，但有关于这款武器的信息和性能，朝鲜并未对外公开。有人称这款武器的外形非常的像 KN-23 导弹，至于其他信息就未知了。不过近期朝鲜试射导弹越发的频繁，这也表示着朝鲜的军事力量在不断的增强。好了，关于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哪些想看的武器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另外，大家觉得美国援助乌克兰重型武器中155毫米的榴弹炮将会是哪一款呢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